唐之灵都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，自然知道刚才拓跋燕兰的意思。武丹这是被选中成了男宠了？男宠还是武丹，他亲娘的男宠。唐之灵想到这里更是气得要吐血了，气拓跋燕兰这个女人没有女德，也气武丹太爱臭美，更气沈飞心里竟然记得这么好看的男子。很快拓跋燕兰又找了个美貌男子的消息就被送到了唐国公的桌案前，这让本就打了败仗的唐国公心情更差了。该死该死，拓跋燕兰，没有男人你会死吗？父亲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，母亲这么多年的男宠也不少，您何必介意一个新人？唐国公有点无奈，这孩子还小，还不懂男人的心理，加上拓跋玉也是鲜卑人，懂得的规矩和大禹朝也不一样。他母亲从小就教育他，他也觉得公主母亲和舅舅们一样也可以有很多伴侣。唐国公看着拓跋玉姣好的容貌，想到他身上的血统，放下了对拓跋燕兰的嫌恶。玉儿，我不是介意新人，现在是关键的时候，你母亲实在是太过胡闹。拓跋玉没有替母亲开脱的意思，他来是询问之后要怎么办的。父亲，这次的陆将军如此厉害，咱们要怎么办？拓跋玉的问题也是唐国公犯愁的，他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僵局，大禹朝没有按照他的计划乱起来，那他逐鹿中原的计划就泡汤了，而且京城那个老钱婆子竟然坏了他的好事。唐国公想到这里就想吐血了，他辛苦经营的人脉就这么全都暴露出来了。从前被皇上查到的人虽然有用，但都是在外面活动的人，他随时可以找人替换，可是藏在宫中的钉子竟然也都被发现了。这些人安排进去可是非常困难的，而且是布局了10多年的心血呀。唐国公知道他想要铲除皇上和太子的心思完全泡汤了。父亲，父亲。玉儿不必担心，为父自有办法，你先回去吧。父亲，我有个计策，你看是否可行？哦，玉儿有什么好办法？父亲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利用唐之灵和大禹朝的皇上谈条件。你想怎么谈？可以拿唐之灵的性命换取雁门郡、博陵郡、河间郡、渤海郡4郡之地，这样北部地区都是咱们的了。唐国公站在舆图前，仔细地看着地形，也在心中盘算。他努力回想过去皇上对唐之灵的看法，如果唐之灵是皇上的亲儿子，拿儿子要挟老子或许还可行，可唐之灵只是皇上的兄弟，就是皇上也要防着下边的兄弟呢。不可。唐国公知道他们能顺利拿下幽州以北的地区，还是因为出其不意。如今大禹朝已经做出了反应，兵力现在也是集中对付他。唐国公现在知道他还是莽撞了，哎呀，时机就是差了那么一点儿，不到火候终究是不行啊。父亲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，我不相信皇上会见死不救。拓跋玉眼中闪现狠厉，就算得不到4郡，也能除掉唐之灵，也不算亏。唐国公没有注意到拓跋玉的眼神，而是仔细地看着舆图，终于在马邑郡和雁门郡之间找到了一个地点，这里是个很好的埋伏地点呀。玉儿，你先下去，我有事情要安排一下。是，父亲。拓跋玉离开之后，唐国公迅速地调集手下的将领，快速地安排下面的作战方针。沈飞在武丹他们离开之后，就安心地在家里带2个小妞妞，这俩是女孩子，更娇气一些，也没有小福宝好带。沈飞想到小福宝，眼泪竟然在眼中打转。妞妞，我已经2个月没有见到你们哥哥了，哼，不知道你们哥哥怎么样了，他在皇宫好不好，有没有受欺负？唉，都过完年了，咱们一家人都没有能在一起。我都已经16岁了，你们福宝哥哥虚岁已经3岁了，你们俩也是生日小，才1个多月，都已经2岁了，还没见过你们父亲呢。2个小婴儿也听不懂沈飞的话，见到母亲肯逗他们，也是张开小嘴笑了出来，小的那个更是露出了牙花子。沈飞看着小妞妞们，终于想起来还没给2个孩子起名字。哎，你们叫什么好呢？你们哥哥叫小福宝，也都还没起大名呢。大小姐，柳公子来了。把人请到后院吧。 2个孩子都在屋中，沈飞也不想把他们带过去，还不如把人请进来。谁知道还有一个人和柳君寒一起进来的。
夫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张管事，你怎么来幽州了？夫人，你得去救一下老刘他们呐。是刘三叔他们吗？是的，我们是一起出来找夫人的。现在北地乱起来了，我们雇佣的那些镖师就跑了。除了刘三叔，你们还有谁一起来的？还有李军父子，谭卓那老小子也来了。好，那他们是在哪里？我们经过万松山的时候，山上突然冲出来一伙人把我们抢了。我以为那些人只是抢东西，可是他们连人都抢。他们是这一带的土匪呀。万松山具体在哪一带？距离幽州城远吗？距离倒是不远，在幽州城和北平郡之间。如今幽州城内还没乱起来，但是这也是唐国公的地盘。唐之陵都不在这里，他继续留在这里也不是个好选择。他或许可以给自己找个好点的地方。哪里比较好呢？万松山的土匪，万松山呀，有土匪那就是有现成的房子呀。沈飞的眼睛一亮。张管事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是去过那个土匪窝子了吗？我那时候看危险就先跑了，东西都没管。好吧，跑出来也好，总比全都被抓了强。夫人，我虽然跑了，但我悄悄地跟着看了，我知道那个土匪窝在哪里。不过现在幽州都不是大禹朝的了，朝廷还会出兵帮着剿匪吗？不用他们，咱们自己去。张光真这才注意到沈飞已经生产完了，肚子已经没了。不过这是救人，不是闹着玩的。那土匪寨子说不上有多少人呢。他相信夫人鬼点子多，但去山寨救人，他的直觉不可信。江二、江三，你们进来。大小姐，江二，咱们不在幽州城待了，咱们出城去万松山。大小姐，我们只有4人，恐怕不是那些土匪的对手啊。放心，我有些武器，咱们可以试一试。大小姐，你有什么武器？夫人，能否现在给我们看看？也不是不行，等我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大小姐，我出门看看。不用，我去开门。你和江三几个快藏起来，还有把张管事也带着。是。沈飞这时候来到大门前，把门打开，就看到了外面站着的官兵。官爷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干什么？征兵？叫你家男人出来。官爷，我男人早就死了，家里只有我和2个孩子在了。是吗？那我们要进去搜搜才清楚了。其他人听到沈飞的话也嘿嘿地笑了出来，有几人就趁机挤了进来。其他官兵看到有几人闯进来，也没有制止，还好心地帮着把门给关上了，直接去了隔壁找人。官爷，我们家真的只有我一个妇人，不信你们来后院看看。好，我们自然会好好的检查看看的。沈飞转身在前面带路，直接引着人往后院走去。跟上来的几个官兵看沈飞的眼神更热切了，甚至还不怀好意的上下扫视了沈飞的身材。藏起来的护卫想动手，张光真却是眼尖的看到了沈飞的手势。他和沈飞熟悉，更明白沈飞的意思。江护卫，等一下，咱们看我们夫人的行动。江二不明所以，大小姐还能有什么动作？几位官爷请坐，我这就给官爷倒茶喝。快去。沈飞出了堂屋，来到了隔壁的屋子。其实他是去了空间里，拿出了方诺师兄给蔬菜喷农药的农药壶。他直接把研制好的药放到了药壶里，背上农药壶，戴上防毒面具之后走出了空间。江二和张光真就看到一个怪模怪样的人走了出来。沈飞直接背着农药走进堂屋，对着几个官兵一顿喷。农药壶喷洒农药的范围可是非常广的，喷洒的范围能直接覆盖半径2米多的范围，而且洒出的农药真是又均匀又绵密。几个官兵还没有反应，人直接昏倒了。他们昏倒前只记得有个怪物出现，还有个长长的触角能喷出毒液。沈飞只是喷了2下子，这些人就倒下了。他恋恋不舍地收回手，走到几人面前，用脚踢了几下，发现这些人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也不抗造呀，还没有小虫子的抵抗力高呢。沈飞记得他师兄的菜园每次杀虫都要喷好几茬才能把虫子都杀死了。江二提溜着张光真从房梁上下来。大小姐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这么管用？是呀，夫人，这药水多吗？张光真觉得这玩意儿要是多，去闯山寨也不是不行啊。有好多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夫人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
沈飞实验了药效，也非常满意，于是在和几人商量了一下作战计划之后，就开始行动了。最后沈飞直接是把2个孩子背了起来，跟着护卫离开了幽州城。沈飞还是走得早了一步，否则也会被困在城内。唐国公在上古郡没有得到好处，于是就带着大军撤回了幽州城。正因为人员损失惨重，所以现在才开始紧急征兵。因为征兵的原因，百姓出逃的人也多了起来。毕竟不管是谁统治，普通百姓面对征兵的时候还是下意识的抗拒，毕竟男人都是家里的主心骨。此时在北平郡同样也是乱了起来。原来东突厥退兵了，天气暖和了，这些游牧民族也要退回到草原了。崔将军直接带兵从定壤郡出发，带兵从后面偷偷潜入，袭击了北平郡。此时北平郡大营也是混乱不堪，崔文斌带着大军直接袭击了鲜卑的军营，直接是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拓跋彦兰带着残余的旧部直接是向南逃离，想要和唐国公会合。原本他们想要继续北上，逃到柳城郡，可是崔将军直接是把后路给堵死了。拓跋彦兰没有办法，只能南逃。唐之陵本来想带着武阳和江干趁乱逃跑的，可是拓跋彦兰把他看得非常紧，让唐之陵没有办法离开。此时他正气喘吁吁地跟着大军行动。公子，崔将军已经来了，这场内乱很快就能解决了。唐之陵心里没那么乐观，他现在是人质，就算拓跋彦兰是他的母亲，但他也不觉得这份感情能有多少。武丹之前被三公主看上了，他现在是庆幸不已，他觉得是崔将军救了他，否则他就要名节不保了。好在军营是昨夜遇袭，他直接是趁乱把面具撕了下去。他现在就是以本来的面目示人，顿时觉得安心不少。他现在和那几个护卫在一起，也是在寻找机会救出唐之陵。沈飞几人则是往万松山救人，但是方向也是北平郡的方向。唐之陵则是从北平郡往幽州城的方向逃离，所以两方人马就这么华丽丽的遇上了。也不算是两方人马，沈飞这些人算是和出逃的百姓一起，看着队伍庞大，但都是没有实力的人群。唐之陵所在的鲜卑军队则是一些残余的部队，大部分都是鲜卑人，双方碰面都在互相的防备着。三公主，前面那些都是大禹朝的百姓，咱们要怎么做呀？三公主也在沉思，这些人的身上看样子有不少财物，他们这支军队被偷袭，粮草都没有拿出来，还不清楚唐志忠会不会出兵救援他们，他不得不替自己做打算。沈飞在人群中已经看到了唐之陵，唐之陵也一眼就看到了沈飞，还有他身前背的孩子。唐之陵已经知道了他有了2个闺女，他看到沈飞的时候真是又激动又担心。如果拓跋彦兰动手，他就把沈飞的身份说出来。三公主看了大禹朝的百姓一眼，直接是挥了挥手，鲜卑人立即就动了起来，开始拿刀向对面的百姓冲了过去。两方人马遇上，其实也就只有一瞬间，鲜卑士兵行动起来，百姓们就已经开始四散而逃了。万松山的土匪气喘吁吁地禀报道：二柱哥，山下打起来了。多少人？有没有油水？哎呀，山下都是些鲜卑人呢，他们像是砍瓜一样在杀人。走，咱们去找大哥。于是几人直接就是来找宋城了。此时宋城正拍着铁牛的肩膀：兄弟，你这身板留下来吧，我让你当我们的二当家。宋城对铁牛满意的不得了，知道他只会些拳脚功夫也不嫌弃，毕竟这大身板在这摆着呢，留下来震慑别人都能把人给吓够呛。不行，我还要找我们大小姐呢，你要是放了我们大小姐真的会给钱的。我不是放了一个人吗？你们大小姐要是真有钱，应该能找上来。宋城确实是缺钱，上次那个买卖可亏大了，不仅兄弟的命没了，就是他和二柱都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尾款根本就没收到。宋城也算是看出来了，还是当土匪安全些，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正经生意根本不适合他们。张光真跑了，还真是宋城有意放的，否则靠着他那老胳膊老腿的根本也逃不出去，更何况还偷偷的跟踪呢。大哥，山下打起来了。哦，是哪儿的人啊？大哥，是鲜卑人，他们在打杀百姓。这帮杂碎，走，咱们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也能帮忙。你小子凑什么热闹？留着命找大小姐重要。
宋城见铁牛不怕死，加上只是有把子力气，不怕收拾不了他，就把铁牛的绳索解开。让你跟我出去见见世面，但你不要耍滑头。你爹和你同伴都在我手上呢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大当家的放心，我晓得了。好，那咱们就走吧。此时山下已经打起来了，可以说是单方面的屠杀。沈飞身上背着孩子，没办法，于是就把农药壶背在了张光真的身上。张光真则是对着鲜卑人一顿喷洒，每个凑上来的士兵闻到药味，呼呼啦啦的都倒了一片。唐之灵见到这个情景，高兴地翘起嘴角。哼，我看你们谁敢靠近！鲜卑士兵们也停下了动作，挥砍下去的刀都慢了，让好些大禹朝的百姓重新逃脱。隐藏在军队中的护卫也全都集中在唐之灵的身边，开始护送唐之灵向沈飞这边靠拢。灵儿，你要去哪里？唐之灵现在哪有心思管拓跋燕兰？有护卫的护送，他直接向沈飞那边跑去。沈飞见到唐之灵向他冲过来，也是拼命的挥手。公主，唐之灵好像认识那边那个怪模怪样的女人。唐之灵，你快过来！沈飞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拓跋燕兰听到唐之灵喊沈飞的名字，记起来了，他的儿媳妇好像是叫这个名字。不过唐之灵要是记得他媳妇儿的名字，那是不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失忆？灵儿，你跟我们离开，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。拓跋燕兰，大禹朝你们是夺不走的，趁着你们还有些人手，赶快逃回草原去吧。现在崔家军已经来了。哦对了，就是围剿唐国公的那一只。唐之中腹背受敌，你以为他能坚持多久啊？还有，唐之中这个人就真的很可信吗？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保存实力，回到草原部落去。那些护卫把沈飞和唐之灵两人围在中间，只要有鲜卑士兵靠近，张光真就喷洒药水，士兵直接中毒倒在地上，这让拓跋燕兰觉得非常棘手。公主，让弓箭手出动吧。不必了，咱们撤。公主，不要再说了，放过他，咱们快走。鲜卑士兵也没有对唐之灵赶尽杀绝的意思，毕竟在他们看来，唐之灵也算是他们的族人，加上此时也不是恋战的时期，于是也都跟着大部队撤离了。藏在半山腰的宋城看到鲜卑人撤走了，停止了虐杀百姓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主要是他们的人也不多，就算下去救人也是于事无补。走，咱们下去看看，捡些东西上来。此时唐之灵搓了搓手，在身上又擦了擦，才接过小女儿。唐之灵也看到两个女儿的样子，她对长得像自己的小妞妞兴趣不大，反而对像沈飞的老三很喜欢。但真的算起来，长相像唐之灵的老二容貌才是好看的。公子，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。好，咱们也走。这时候宋城已经带着人来到了山下，等他看到了沈飞之后也是吃了一惊。你怎么没死？大小姐，姑爷。我操，有没有这么巧？老朋友，好久不见啊！巧，真是太巧了。哼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武丹、武阳，赶紧把这几个人给我拿下。武阳和武丹这些护卫功夫可比那几个山贼高多了。江干没等武丹他们出手，直接就把宋城他们给制服了。女侠饶命啊！夫人，就是这些人绑了刘三全和谭卓，他们应该还在山上。走，咱们也上山，占了他们的山寨。宋城心里这个悔呀，他就不该多管闲事儿。不过女人都是心软的，这女人都生了孩子，应该会看在当了母亲的份上，不会对他们怎么样吧？女侠饶命，我带路。于是沈飞和唐之灵两人一人抱了一个孩子，跟着宋城等人上了山。此时幽州城内，好个崔文斌，竟然敢来袭击我的大营！主上，如今三公子率领残余部队逃离，咱们是不是要派兵出去支援？这如今陆家军虎视眈眈，咱们的兵力怎么可能分开？当务之急则是要保全实力啊，共同抗敌。唐国公的队伍不全然是他的心腹，两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，在对敌上天然就有着分歧，因此很多时候意见没办法达成统一。这也是唐国公会拉着唐之灵这个傀儡的原因，他的存在天然是很多利益的结合体，在收服人心上要比拓跋玉还合适。都不要吵了，现在当务之急
是把唐之灵抓回来。众人听到唐国公这么说，罕见的没有争吵，默认了这个建议。于是唐国公快速地派出了一队人马，开始寻找唐之灵。此时在赵郡的小福宝也知道了唐国公龟缩在幽州城的消息，他的小脸上闪现不屑的笑容。小样，就这点本事就敢造反，哼，不知所谓。小福宝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，就看到了幽州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这货又有什么事儿？太子，唐志忠如今躲在幽州城内，不知道小陆将军什么时候能把幽州城给攻打下来呀？四叔，我觉得唐志忠也坚持不了多久了，毕竟崔将军也不是吃素的。太子分析的不错，崔文彬确实是年轻一辈的将军中很有天赋的人。如今的情况对唐国公并不利。父亲，咱们要怎么办？现在只能是尽快找到唐之灵，利用他和朝廷谈条件。他值那个价吗？唐国公也不确定，但是他如今是属于被人包饺子了，困在了一座死城。他最好的出路就是撤退到草原去，回到鲜卑的地盘，这样休养生息过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毕竟鲜卑以北的地区还有大片的土地，大禹朝的百姓不擅长放牧，是不会过去抢夺的。他现在只要能用唐之灵当人质和朝廷谈条件，只要撤回到草原上就可以了。现在不是在乎一城一池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自保。值不值都要先找到人。玉儿，你下去。是，父亲。拓跋玉离开之后，唐国公吩咐道：去，再多派一些人出城找人。是，主子。还有幽州王一家也一起找，人质越多对咱们越有利。是。唐国公想到了跑走的幽州王一家，就非常生气。他也是没想到幽州王还能带着王妃和世子逃跑。来人啊，去把王府的长史带过来，还有谋士张远也一起请过来。是，主子。很快张远就被请过来了。在下张远，拜见唐国公。张远，你是幽州王的心腹，你说他可能藏在哪里呢？张远仔细地把幽州王的产业都想了一遍。国公爷，我们王爷呢是个小心的主，信奉狡兔三窟，他在赵郡、河间郡都有些产业。哦，张先生可知具体的地点呢？在下知道，赵郡的这2处宅子，河间郡的这处庄子，都有可能藏身。好，好，好，等找到了人，我会重赏先生的。此时万松山的山寨中，沈飞一行人已经快速地占领了山寨，宋城则是带着他的几个兄弟被人捆着跪在地上。唐之灵知道是这些人把沈飞和他绑走，并且还把他们分开，直接是对着他的胸口踢了几脚。宋城这时候有10000次后悔不该下山。唐侯爷，饶命，饶命啊！神女侠，饶命啊！看在那一路上我和老大一直照顾你的份上，你就把我和大哥当个屁给放了吧！宋城瞪了他一眼，你才是屁。不过他是不相信沈飞会这么狠的，他觉得沈飞不是狠毒之人，只要让这2人把气撒了，也就会放过他们。宋城，你当初是受了谁的指使？是个中年人，不过幽州刺史是他的朋友。是唐国公干的，不过我很好奇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动手，找这些山贼做什么？唐之灵也是很好奇，沈飞也想不明白。宋城，你认识唐国公吗？我们就是山贼，后来被朝廷剿匪，我们就逃了，所以才接了绑票的买卖。现在绑票的生意也不好做了，才又上山继续当山贼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夫妻如今这个遭遇都是你造成的，这笔账不能算了。沈飞看着宋城的眼神也很不善，他也在心里琢磨要怎么处置宋城和二柱等人。绑架的事他们虽然不是主谋，但也是实施者，是从犯。沈飞抱着大妞妞一直围着宋城转悠。宋城这人虽然是山贼，但良心未泯。沈飞已经听过了，他之所以会下山，也是想要去解救山下的百姓们的。沈飞不是杀人狂魔，更不是轻贱人命的人，宋城这些山贼就很难处理了。